挥剑绝浮云，诸侯尽西来。可这守江山，竟比打江山难上100倍。若再给朕20年，必为大秦打下万世之基。只可惜时不我待呀。那逆子扶苏来了没有？启禀陛下，长公子已在路上，奴才这就去催。等等，算了，别催了，你去外面候着，那逆子到了，带他进来。是。扶苏，见过父皇。来了，你就没什么想跟朕说的？启禀父皇，儿臣却有一事启奏。哦，何事？那阿房宫修建劳民伤财，实不可取。父皇说修阿房宫是为震慑天下，可儿臣以为仁者无敌。我大秦当以仁义治国，以理服人，而非大兴土木耗费民力。住嘴！扶苏啊，朕和你说了，你以后是要当大秦之主的人，要做大秦之主，不可太仁义啊。所谓慈不掌兵，你须记住。父皇，此言差矣。子曰仁者无敌，身居高位，更该考虑百姓，以仁以治国，以理服人，以德治国。我去你的儒家经典！我穿越了，成了扶苏，竟然成了扶苏，那个历史上被赐死的大秦长公子。子曰：“论语治国，真是化天下之大稽。”孔子自己都没能治好一个国家，这玩意儿拿来治国，不是纯属纸上谈兵吗？前身这理想主义，难怪被始皇帝嫌弃。今年是公元前214年，这时间，始皇帝死的时间是公元前210年，死于第6次东巡途中。也就是说，这次老爹东巡是第5次了。而在秦始皇死之后，赵高篡改始皇帝圣旨，将大秦皇位交到了胡亥的手上。自此，赵高变成了青史留名的指鹿为马的大秦掌权太监。而自然，胡亥继位的话，身为长子的扶苏肯定是死翘翘了。这扶苏是真迂腐啊！赵高啊赵高，可惜了，这次我默默人来大秦，还能给你逼死了。老子直接拉上蒙家兄弟，带兵杀回咸阳，攘外先安内，管他外面洪水滔天，小命都没了，我才没有那格局。陛下，您今天可真精神！此番东巡，巡视天下，百姓见了您这般风姿，定当愈发敬畏大秦。毕竟是代表大秦威仪，总不能让百姓看了笑话。
把扶苏那小子叫来，朕还是不太放心，有些话得嘱咐两声。是，奴才这就去传召长公子。等等，算了，别催了，你去外面候着，那逆子到了，直接带他进来。奴才遵旨。陛下，长公子在外求见。哦，倒是巧了，正好朕有话要嘱咐他，让他进来。儿臣扶苏见过父皇。你入宫何事？朕正好也有几句话想要嘱托你，你先说吧。父皇，您走之后，儿臣要监国，儿臣想向父皇讨要一人。竟有人能让我儿如此重视，你想讨要何人？只要你开口，朕一定给你招来。谢父皇，儿臣想要的人正是父皇身边的赵高。这小子倒是懂得找门路了，只是赵高那阉人又能懂多少朕的执政精髓？行吧，朕便允了你。不过你可别指望赵高那阉人能帮你多少，你父皇我的执政精髓可不是他能理解的。谢父皇成全。扶苏啊，这次监国与往日不同，从前让你监国，大权都在朕手中，不过是让你熟悉流程，但这次朕决定将实权交托给你，你总在朕的羽翼之下，如何能成长？雏鹰想要起飞，总得挣脱父母的怀抱。朕希望你能在实战中历练，日后才能扛起大秦的江山。朕已决定，此次监国将实权交于你，你尽管放手去做。大秦的根基还在，出不了乱子。谢父皇信任，儿臣已有心仪之人选，想向父皇讨要，助我处理监国事务。何人能入我儿法眼？只要你开口，朕无有不允。父皇，儿臣想要的是赵高。这小子是想通过赵高学朕的执政之道，倒是懂得找门路，可惜找错了人罢了，朕便允了你。不过赵高那阉人懂不得朕的执政精髓，你莫要太过依赖他。谢父皇成全，儿臣定不辜负父皇厚望。赵高，朕走之后，你便留在咸阳辅佐长公子监国，记住，只许旁观辅助，不得擅自插手政务。奴才遵旨，定当尽心辅佐长公子，绝不敢有半分逾矩。扶苏啊，这房间里没有君臣，只有父子。为父老了，大秦的未来终究要交到你手上。这是虎符，持此符者可调动天下兵马。你记住，遇事多思，少听谗言，大胆去做，为父永远是你后盾。儿臣遵旨，定不负父皇，不负大秦。长公子，陛下已吩咐完毕，不知您接下来要往何处去？带孤去咸阳宫正殿，传孤命令，文武百官即刻上朝。长公子，今日是陛下东巡之日，百官本该前去送行。孤监国自有规矩，按孤的命令去办，不得有误。是，奴才这就去传召百官。
赵高，你的死期不远了。王姐，朕的百官呐，难不成忘了今日是朕东巡之日？启禀陛下，老臣以为百官是遵您的吩咐去参加长公子的朝会了。朝会？朕何时下过此令？臣之子王贲已然入宫上朝，满朝同僚皆去。臣还以为是陛下您有意让长公子历练。罢了，年轻人有拼劲是好事儿，由他去吧。朕不在咸阳，你多帮衬那臭小子一把。朕已将虎符交给他，这孩子性子软，耳根子软，朕不放心。陛下放心，有老臣在，绝无人敢欺辱长公子。放眼满朝，朕最信得过你王家父子。活久些，别死在朕前面，省得朕难受。都起来吧，今日是父皇东巡之日，亦是孤监国第一日，召集诸位，是想让大家熟悉熟悉孤的执政风格。长公子，满朝同僚共事多年，早已熟悉，不知你要让我们熟悉什么？李大人有所不知，孤与父皇执政风格迥异，日后还需诸位多多适应。王贲，咸阳城附近有多少兵马？启禀长公子，咸阳周边共10万兵马，城中3万精锐10克带甲，暂由臣领军。认识这东西吗？末将王贲见过长公子，愿听调遣，赴汤蹈火。章邯，宫中护卫是否由你管辖？启禀长公子，正是。孤持此虎符，能否调遣宫中护卫？长公子无需虎符，宫中护卫本就听您调遣。好，即刻调10名护卫入殿。是。不错不错，都是我大秦的忠勇之士啊。赵大人，你说是不是啊？长公子所言甚是，这都是我大秦的忠勇之士啊。那赵大人以为这些勇士年岁几何？这17。这位勇士，你今年多少岁了？启禀长公子，小的今年17岁。哦，17嘛。你再仔细给姑想想，怎么姑记得你是18岁来着？是，长公子慧眼识珠，小的今年确实是18岁，却是在这宫中值班太久给忘了。呵呵，姑就说吧，姑怎么会记错？我大秦忠勇之士的年岁，姑记得最清楚了。李相，臣在。这侍卫护卫宫廷，是我大秦忠勇之士，你可知其年岁？启禀长公子，这位小壮士的年龄是18啊，臣自是知道。诸位在座的都是我大秦的国之柱石，诸位可知我大秦勇士之年岁？这少年郎18岁18岁嘛。赵府令，你错了。什么意思？针对我赵某人，是想拿我立威吗？启禀长公子，臣确实是错了，这位大秦瑞士确实是18岁。来人啊，把赵高给姑拖下去，砍了，把他人头带回殿上来，给姑把玩把玩。砍了。长公子，你在开玩笑吧？开玩笑？谁和你开玩笑？人呢？怎么，姑说话不管用了？章邯，让人给姑把这厮给拿下。我无罪，我无罪啊！何以杀我？何以杀我啊？赵高何罪之有啊？
无罪。赵高，你实在罪无可赦。这人竟然胆敢记错我大秦忠勇之士的年岁，罪该万死。你不服就不服。章邯，把这人给我拉出去，速速砍了。不杀，不足以定军心；不杀，不足以平民愤。是。好狠的手段！莫须有罪名就杀了陛下宠臣，这长公子和传闻中判若两人。启禀长公子，赵高已经伏诛，人头便在这河中。打开看看。是。行了，把这人头拿下去吧。呵呵。等等，把这玩意儿喂狗吧。一言不合就杀头喂狗，以后可得万分小心。杀了人还笑，这比陛下还可怕。朱清为何不语啊？都放松，放松一些。我与父皇不同，父皇嘛，大家都知道。那就是暴君，暴力执政。我扶苏必然不会如此。我这个人最讲道理了，从善如流。不信的话，大家都可以出去打听打听。我扶苏的仁德之名可是早有流传的。卧薪尝胆30年，长公子藏的也太深了。虎父无犬子，果然不弱于始皇帝。孤知道你们精于方才之事，但赵高罪该万死，杀他是为了定军心、平民愤。日后诸位恪尽职守，孤自然待你们不薄。今日朝会便到此处，诸位各司其职，有要事随时禀报。遵命。李相，长公子此番当真是藏拙？绝非一日之功，往后我等需谨言慎行，不可再以旧眼光看待长公子。陛下，水来了。这暗卫效率越来越差了。扶苏那小子的消息怎么还没来？希望这小子别让朕失望。赵高那阉人可别坏了朕的计划。怎么样？咸阳那边情况如何？扶苏的朝会开得怎么样？启禀陛下，长公子朝会之事皆记载于此，句句属实。你说扶苏把赵高给杀了，这不可能。回陛下，千真万确。臣当时就在宫中当差，亲眼所见，亲耳所闻，这不可能。那逆子向来迂腐懦弱，怎么敢杀赵高？还是用这种荒唐的理由。长公子监国后，先是召了10名侍卫，让赵大人猜其中一人年岁。赵大人猜对是17，可长公子硬说是18，以此为由，下令将赵高斩首，还把人头带回大殿展示，最后扔去喂狗了。好啊，杀得好！原来这小子一直在藏拙，卧薪尝胆30年，连朕都给骗过去了。不愧是朕的儿子。赵高那阉人死得其所，死一人而立威，这小子有朕当年的风范。你即刻回去，密切关注咸阳动向，无论扶苏做什么，都要第一时间禀报，
哪怕是800里加急也无妨。臣遵旨。朕倒要看看你这小子还藏着多少本事，大秦的未来有指望了。杀了赵高立威是第一步，可大秦的烂摊子比想象中难太多了。启禀长公子，大秦国库已无余粮，各地徭役口粮已数次缩减，再不解决，恐生民变。长公子，军中虽能保证基本供应，但储备仅够半年，若遇战事，难以为继。分6世之余烈，横扫6国，竟连粮食都凑不齐了。始皇帝当真是硬撑着大秦啊！但这阿房宫为何要修？修阿房宫哪里是为了震慑天下，分明是打肿脸充胖子，怕外人看出大秦的虚实。修筑阿房宫，以此展现大秦充足的国力。始皇帝这皇帝当得不容易啊！一己之力强撑着百病缠身的大秦，还能维持表面的强盛，始皇帝当真是千古一帝。可惜他太急于求成，错过了休养生息的机会。乱世用重典，可天下一统了，还沿用老一套，这不是逼着百姓造反吗？整个大秦，整个军队系统全靠着国库中的银钱维持着，而此时的国库中，除了留下的用于军队应急所用的钱之外，几乎空无一物。谁能想到，泱泱大秦，实则已然是外强中干，连国库都没有钱了。粮食不够，钱袋子空了，制度僵化，敌人环伺，这哪里是天胡开局，分明是地狱难度。急则生乱，只能循序渐进。先解决粮食和民生，再谈制度变革。始皇帝能撑住这么久，我没理由不行。大秦的未来就从解决吃饭问题开始。乱世用重典，可天下一统了，还抱着老规矩不放，这不是逼着百姓造反吗？连坐制度，一人犯罪株连九族，这才是天下动荡的根源。左右都是死，百姓自然要拼一把。大秦自商鞅变法起便尊法家，可如今11世纪，律法早已跟不上国情了。商鞅变法时，大秦只是一隅之地，如今四海一统，乱世律法怎能适配太平盛世？始皇帝不是不知道问题，只是牵一发而动全身，他不敢赌啊。这大秦的问题真是牵一发而动全身，重症可不能下猛药。对，技术，这才是破局的关键。政令传达难，是因为路不通，民愚昧；粮食不够，是因为耕作技术落后。这些都能靠技术解决。始皇帝东巡，一半是为了寻药，一半是为了讲解政令。要是技术跟上了，哪里用这么辛苦？先稳民生，再改制度，律法与时俱进，技术保驾护航，这才是大秦的出路。理想主义救不了大秦，唯有脚踏实地，从实践出发，才能改写历史。从这个角度看的话，东巡之事并非始皇帝特立独行，历朝历代皆有之。唉，这监国也并非易事啊。
铁犁废料还低效，石犁更是鸡肋，这耕种效率如何撑得起3000万子民？既然植园犁要等汉魏才完善，那我便直接一步到位，拿出屈原犁。大秦人口虽少，可耕地分散，1年1熟产量太低。要是能找到1年3熟的地界，南越，没错，就是南越之地，1年3熟，产量直接翻3倍。1年3熟堪比3年收成，有了这地盘，粮食危机何愁不解？赵佗征战进度太慢，等他拿下南越，不知要耗到何时，必须给他加担子。改律法，牵一发而动全身，大秦如今经不起折腾。单靠技术，粮食不够，百姓活不下去，再先进的技术也无用。发展经济，无粮不稳，反而可能加剧短缺。民以食为天，让百姓活下去才是一切的根本。屯粮为纲，技术为义，拓土为基。诸位为何不言？既然大家都不说话，那孤就来简单说说。愿听长公子教诲。诸公以为我大秦如何？百姓安居乐业否？天下可曾太平？这世道可能称之为盛世。哼，诸公不用说，我也能想到你们会说什么，必然会说百姓安居乐业，天下太平，我大秦为人间盛世。这等糊弄孩童之语就不必再说了。事实上，孤已经观察大秦很久了，大秦的问题太多了。百姓并未安居乐业，天下未曾太平，这大秦更是说不上盛世。长公子，此非公子之过也，公子切莫自责啊！自责？我自责做什么？这天下又不是我治理的，该自责的是父皇好吧？是他治理的天下，我这才接手1天啊，自责也轮不上啊。不过这倒也不能全怪我父皇，我父皇也是人，是人就会犯错，他的眼界终归还是低了一些，年轻时候终归是年少轻狂了一些。这大秦千疮百孔之下，寻常之人难以插手，父皇也算是有自知之明了，没有妄图动手，诸公为何沉默不语啊？孤说这个不是想让大家去指责我父皇，父皇已经尽力了，奈何实力上终究是欠缺了一些。好在亡羊补牢为时未晚，他留下了孤监国，也可谓是慧眼识英才了。孤既然监国，那执政方略、执政理念必然是与父皇大为不同，诸公当尽快熟悉。孤治理天下，以人为本，如今大秦民不聊生，盖因无粮。昨日孤听闻国库之中的存粮数量，触目惊心，简直就是触目惊心啊！这么点余粮，如何让我大秦百姓安居乐业？如何确保我大秦百姓的生活？诸公以为如何？李斯，你说说看。启禀长公子，臣以为，当严以立法，百姓无法安居乐业，该因盗贼昌盛，天下不宁，可加重一些对盗贼的处罚力度。如此一来，我大秦百姓能用心耕作，自然粮食就多了。章邯，臣在。把李斯给孤带下去，拿20大板再给拖进来。长公子，臣何罪之有啊？你何罪之有？你当孤13岁孩童不成？孤与你问策，你给孤开玩笑。打！啊！启禀长公子，李相服刑完毕，章邯前来复命。行，你先退下吧。是。李相啊，
现在你觉得我大秦百姓无法安居乐业，天下不太平，该当如何？长公子，您要是臣认真的说的话，那臣以为无计可施。长公子，您要是臣认真的说的话，那臣以为无计可施。当今天下之大秦，非一日一时而成，乃经年累月之顽疾。倘若施政，则牵一发而动全身。最好的办法就是以不变应万变，等天下万民认可我大秦，六国余孽消亡，再徐徐图之。那少说几句。李相不愧是李相，真知灼见，一语见地。请问长公子，您出此问又有什么意义呢？问得好，孤说这大秦无计可施，那说的是你们哦，还有父皇。但这并不意味着孤无计可施。陈大人，不知我大秦如今有人口几何，兵丁几何，有徭役多少？启禀长公子，我大秦总计800万户人，总计2、3千万人，兵丁100万，50万屯驻北方，30万随赵佗南征南越，剩下的20万有10万在咸阳附近驻守，其余分散在了各地。至于徭役总计240万人，有100万人在修筑长城，有60万人随军运送物资，保障后勤，30万人正在修筑阿房宫，其余人分散各地，随时征用。孤有一计，可富国富民。孤以为这阿房宫暂时就不要修了，长城部分的徭役拉回来30万，凑齐60万人，给孤去咸阳城外开荒去。这有什么问题吗？长公子，这开荒种地何以劳役乎？你这还不如直接让徭役回乡得了。回乡？我便是放他们回乡去，他们在家中种地，可能养活家中老小，可能让我大秦国库充沛。那长公子何以认为在这咸阳种地就能让我大秦国库充盈，让徭役之人填饱肚子呢？就凭此物，这里竟能一人1牛操作，耕作速度快10倍不止。长公子，此等神物究竟何来？有此物在，咸阳开荒之事可行否？李相，这图纸上的犁当真如此神奇？寻常犁需2、3人才可驾驭，它竟能省这么多人力。长公子，屈原犁确是开荒利器，足可让粮食增产数倍，但60万人同时耕种，水总不能自己流入田间，远些的田地如何取水？李相所虑极是，孤早有准备。来人，再取一卷轴。以水力驱动引江河之水入田，还有人力款可补不足，这简直是鬼神之术。咸阳城外100里便有水域，地势正合，水车运转，有此物在，灌溉难题迎刃而解。微臣李斯贺长公子万年，贺大秦千秋万古，此2物功在社稷，利在千秋。恳请长公子请出创作高贤，此等贤才当受万人敬仰，名垂千古。李相快起，此2物并非什么高贤所创，只是孤闲来无事琢磨出来的雕虫小技，不足挂齿。长公子，您说这曲原犁和水车都是您亲手研究出来的？孤没必要骗你。
长公子之才远超微臣10倍不止，先前微臣小觑公子，实属肤浅。我等先前只当长公子藏拙，今日才知，是我等太过肤浅了。只是想让大秦多些粮食，让百姓能吃饱饭，没想那么多。长公子，屈原离与水车却是神物，可60万徭役聚集咸阳耕作，人数众多，难以管控。若生乱荒废耕作，得不偿失啊！说的有理啊。李相所言极是，徭役来自四方，成分复杂，想要让他们安分种地，难度极大。李相所虑，孤早有对策。诸位可知大秦牧天下之根本？长公子所言，莫非与商君之法有关？正是。大秦自商鞅变法后，便以半军管制畜牧天下，治军可另行禁止，牧民亦可如此。半军管制便是以治军之法管理百姓，却比治军稍宽，让徭役如士兵般作息耕作，何愁管理不善？原来如此，以军纪约束，既能保证效率，又能避免生乱。长公子高见。不过，商君之法虽强，却有弊病。长公子，商君之法助大秦一统6国，何来弊病？乱世用重典，军管之可行，但天下太平后，仍以严苛律法紧绷百姓，便是刻舟求剑。长公子一语点醒梦中人，大秦症结便在刻舟求剑4字。长公子既看出弊病，当速速修改律法，以适配天下太平之局。不可，治大国如烹小鲜，不可一蹴而就。如今大秦无钱无粮，内忧外患，擅改律法恐生大乱。原来如此。律法之事暂且压后，先解决屯粮大事。故已有新规，凡来咸阳种地的徭役，可抵消徭役期限，免费借用牛马农具，种地所得出口粮外，可分3成，多劳多得。王奔，臣在。你父王翦当年统兵数10万之兵仅然，孤封你为大将军，以咸阳3万兵马统帅60万徭役，李相辅助你管理，有不决之事直接上报。臣遵旨，定不辜负长公子信任。臣必全力协助王将军管好60万徭役。臣领命。扶苏这小子藏拙30年，如今掌监国之权，可别弄出乱子来。启禀陛下，咸阳朝会密报尽数在此，请陛下查阅。竟有如此之多，真不是令你们只报核心要事。陛下，今日朝会事关重大，所记皆为关键，无一字冗余。荒唐，简直荒唐至极！60万人种地，与放他们回乡何异？与其如此，还不如让他们各自返乡收取税赋得了。这般纸上谈兵，当真让朕失望。姑就不信了，这般离谱的国策，百官之中还当真无一人看出来不成？还好李斯尚有见识，这等劣迹当不会被采纳。李斯站出来了，那也就是说，这国策应该是被否了呗。这次的经历应该会给我儿一个教训吧。
这犁的构造竟如此精妙，一人一牛便可耕作，效率较秦犁提升4-5倍，此乃神物啊！60万人大面积耕种，灌溉确实棘手，可惜这屈原犁了。什么？竟然连解决灌溉的问题都考虑到了？这水车竟能引江河水入田。扶苏这小子当真有此奇才。好一个扶苏！朕果然没看错你。陛下如此开心，看来有长公子镇守咸阳，大秦固若金汤啊！以水力引江河水入田，还能筑水库蓄水防旱，这等神物竟真的存在。如此至宝，扶苏为何不严守机密？若是落入6国余孽之手，后果不堪设想。启禀陛下，长公子并未藏私，反而已将屈原犁与水车图纸公告天下，令各地官府协助百姓建造。逆子，好大喜功，竟拿大秦国运当赌注。陛下息怒，长公子说，普天之下莫非王土，率土之滨莫非王臣，凡大秦疆土之内，皆为大秦百姓。凡大秦百姓，不分6国与秦。朕执政数10年，竟不如一个后辈看得透彻。当年灭6国，朕以为是一统天下，却不知从未真正一统人心。王与皇一字之差，却是天地之别。大秦本就该是天下百姓的大秦。什么？屈原犁与水车都是扶苏亲手研究的？回陛下，朝会之上，长公子亲口承认，百官皆可作证。好一个扶苏，藏拙30年，竟有如此惊世之才。传令官何在？臣在。传召天下，长公子扶苏献屈原犁、水车2物，利国利民，功在社稷，封扶苏为大秦神农。是。令将2物制作之法通告天下，令各州府全力协助百姓建造，凡用此2物耕种者，3年内免征部分赋税。长公子，初步计算结果已经出来了。倘若按照公子您的办法顺利实行的话，这60万徭役足可在1年之内为我大秦累计3年税赋。长公子，要是能抽调更多的人的话，陛下，你算的其中可减掉了30%给徭役的赏金。这倒是未曾算入。若是减掉30%的话，那60万徭役1年耕作所得入国库的，可顶上大秦2年税赋，这也很多啊，是很多。长公子，您看需不需要再多抽调一些徭役前来？暂时先不必，长城修筑也是大事。至于给大军补给物资的徭役，也是无法抽调，这60万人暂且足够了。更何况我们目前还没有成功的经验，一切都还处于纸上谈兵阶段。60万人用以试验也较为稳妥些。还是长公子思虑周全，那便姑且调60万。兵大哥，这贴的是什么啊？老人家，这是水车，这是屈原犁，
这耕地的犁你晓得吧？这屈原犁就是那犁的进阶版本。这水车可以将江河之水逆流改向，流入农田之中。这两件可是耕作的神物啊，乃是长公子亲自研究出来的。长公子心善啊，看不得我大秦百姓受苦，特此将这等神物公告天下，并让我等告知天下百姓，此二物天下百姓皆可用之，各方官府也可以组织动手配合建造。江水逆流，屈原犁。龙儿，你今天不是进城了吗？怎么这么早回来了？我发现了个不得了的东西，王先生您给看看，我这儿也不认字儿，没学问，看不懂这上面的东西，但绝对是个好东西。那冰娃娃说了，这玩意儿可以让我们村子增产最少1-2倍哩。什么？增产1-2倍？不可能，这个绝对不可能。增产1-2倍，绝无可能。谷物生长自有规律，人力岂能逆天？朝廷怕是在糊弄百姓。王先生，那冰娃娃说的真切，这屈原犁看着就不一样。您再仔细瞧瞧，我种地一辈子，能看出这犁的门道。这犁竟能省掉大半人力，1人1牛便可深耕，还能灵活转向。此物乃神物，朝廷所言非虚，有他在，增产1-2倍绝非空谈。如此神物，朝廷为何公然公告天下？我就说嘛，王先生，这东西真能救咱庄稼人啊！那冰娃娃说这是长公子扶苏亲自研究的，他还说了2句话，我记着嘞。凡大秦疆内之百姓，无分6国与秦，还有民强则国强，民富则国富，百姓生死便是大秦之生死。便是我农家有此利器，也会慎之又慎。大秦素来被称暴秦，百姓生死便是大秦之生死，无分6国与秦。好，素闻其仁德，竟至如此境界。仅凭这2句话，扶苏便可称当世圣人。他懂农，更懂民心呐。老冯，这屈原犁的构造我已记下，即刻便可动手打造。你去召集村里的匠人，咱们先做几架试试水。好，我这就去。对了，你说还有个水车图纸，快带我去城门口。若那水车也如屈原犁一般神异，配合使用发誓，能翻4倍。4倍，那可太好了，我这就带您去。王先生，那水车真能让江河水自己流进田里，这也太神了。4倍，只要图纸属实，冯家村再无饥馑之虞。屈原犁已是逆天神物，若水车当真如传言般神奇，2者配合，那咱村明年岂不是能存够5年的粮？单屈原犁可增产2-3倍，
加水车省却灌溉人力，耕作效率至少翻4倍。长公子，明年百姓余粮充盈，可否适当提高税赋，充实国库？李相所言有理，多收些税，大秦方能更快经济。不可，大秦百姓苦了数代，好不容易能吃饱饭，岂能再加重负担？百姓活不下去才会反。若人人有粮，谁愿提着脑袋跟着六国余孽作乱？长公子，六国余孽根基未除，单凭百姓安居乐业，便能化解隐患。李相可知，商周之后，如今还有几人以商殷、周氏后裔自居？时间能抹平一切，只要大秦百姓过得比六国时好，数十年后，谁还会记得救国？六国余孽没了民心土壤，自然不攻自破。长公子高见，是臣目光短浅，只想着朝廷，却忘了百姓才是大秦根基。李相不必自责，治大国如烹小鲜，不可操之过急。如今大秦缺粮缺钱，先让百姓富起来，国库自然充盈。即刻传令各州府，协助百姓打造神物。凡参与开荒者，待于诏之前所定，不得克扣。此等巧思，当真是鬼神之笔。有了屈原离和水车，天下再无贫瘠之地。长公子以百姓安居乐业破六国余孽之祸，振聋发聩。臣今日才知治天下真谛。长公子之见，前所未闻。以钱止戈，藏富于民，实乃长治久安之策。愿遵长公子国策，以发展为中心，以粮为本。诸位请起。孤与父皇治国不同，他以战止戈，孤以钱止戈。大秦当走新途。孤取儒学精华，为大秦定下4字方针：内圣外王。敢问长公子，此4字如何解读？对内以教化待百姓，视其为伙伴，共拓生路，共享红利；对外以王霸对敌人，斩草除根，绝不姑息。长公子高见，大秦万盛。60万徭役堪比600万农夫，1年抵2年税赋，半年后国库便可缓解。可惜咸阳1年仅1赎，若是能有1年3赎之地百越，没错，就是百越之地。今年正是赵佗平定百越之年，此地气候湿热，可1年3赎，配上屈原离与水车，产量将是咸阳3倍。60万人耕种百越，1年收益堪比6年税赋，国库瞬间充盈。反王何惧？乱世一统之朝多短命。抱歉，大秦的命运由我改写。来人，传章邯即刻入宫。诺。赵佗平定百越，孤便让此地成为大秦永恒粮仓。大秦万载，自此而始。启禀将军，长公子传召，请您即刻入宫。此时传召，不知有何要事？章邯，坐。孤有一桩关乎大秦国运的差事，要托付于你。请长公子吩咐，臣万死不辞。你可知此地？启禀长公子，此乃百越之地。此地气候湿热，看似瘴气弥漫，实则是宝地，种粮可1年3赎。什么？1年3赎？长公子
此言当真？姑岂会戏言？这是屈原离与水车的图纸，你速去百越传讯赵佗，让他收编土人，寻找良田，将神物带去岭南。50万秦人入岭南受苦，告诉他们，姑与大秦未曾忘记，岭南不是蛮夷之地，是大秦门户，是天下宝库。倘若当真将此地开拓运用起来，那大秦的发展该有多好啊！张将军留步。陈大人，深夜拦我，有何要事？张将军可识此物？这是陛下的信物，您……老奴奉陛下之命，暗中关注长公子动向。将军方才与长公子所谈，可否告知？此事事关重大，臣不便多言，不如由臣亲自向陛下禀报。陛下东巡驻跸之地在此，将军速去便是。我乃咸阳章邯，有要事面见陛下，烦请通报。将军稍后，容我即刻禀报。1年3熟的百越，陛下得知后定会震惊不已。让他进来。臣章邯参见陛下。你不在咸阳护着扶苏，深夜赶来，莫非咸阳出了变故？陛下，咸阳无恙，但百越有惊天要事。长公子命臣前来，向陛下禀报一桩关乎大秦国运的密信。百越之地，粮产可1年3熟。好一个内圣外王，以教化安内，以王霸护外，我儿总算开窍了。民以食为天，这小子先解决吃饭问题，比朕当年应牙苛政高明多了。赌不如输，大秦的病根终究是要靠他来治啊。启禀陛下，咸阳章邯将军求见，说是有紧急要事禀报。章邯，他不在咸阳护着扶苏，跑这儿来做什么？难道咸阳出了变故？安卫刚送的奏报还说一切安好。张将军神色急切，像是有天大的事，还请陛下定夺。让他进来，朕倒要看看是什么事能让皇宫卫戍将军亲自跑一趟。臣章邯参见陛下。急事禀报，事关我大秦国运。启兰说，你不在咸阳护着长公子，贸然前来，莫非是扶苏那边出了差错？咸阳一切安好，臣此番前来是奉公子之命，向陛下禀报一桩惊天秘辛，百越之地可种粮1年3熟。你说什么？1年3熟？章邯，此事非同小可，你可敢断言？臣不敢妄言。公子已命臣前往百越传讯赵佗，探查良田，推广屈原离与水车，还说这是大秦未来的粮仓。1年3熟，再配上屈原离4倍效率，军管徭役统筹翻倍，这就是3824倍。好，好啊！天佑大秦，天佑我儿！昔日朕一统6国，以为已是巅峰，却不知大秦的福气全在我儿身上。天不生我儿扶苏，大秦万古如长夜啊！章邯，你即刻启程前往百越，告诉赵佗，扶苏之命便是朕之命，务必守住这片宝地。臣遵旨，定不辱使命。扶苏啊扶苏，你还能给朕多少惊喜？你还藏了多少本事？巧夺天工，巧夺天工啊！
精巧，太精巧了！我定要将此二物给做出来。这2件神物是出自谁之手？启禀巨子，此二物是大秦长公子扶苏的手笔，现在大秦几乎都已经传遍了。这等传世之物，大秦朝廷舍得将之公诸于众？是啊，我们听闻此事的时候，也是以为听错了。后来多方打听，确实这2件东西制作之法几乎已经传遍了天下。好，有这2件东西，天下百姓倒是能轻松不少了。这暴秦总算是做了件好事。巨子，那对这长公子，我们该不急，派人去咸阳暗中接触一下，探探这大秦长公子对我墨门的态度。兴许我墨家的转机便在这扶苏的身上了。巨子，我有一言，我以为这或许是我墨门的机会。长公子善机关之术，由此可见，对我墨家并不排斥。法家李斯可依嬴政而强，我墨家如何不能依扶苏而上？不可，这与我墨家理念不符。有何不符？兼爱非攻。如今天下已归大秦，再无战事。如今扶苏之行，便是兼爱之表率，是6国之百姓为大秦之百姓，便是始皇帝也未曾有过这般气魄。我觉得扶苏绝对可以争取。干活麻利点。快点，磨磨蹭蹭的，想挨鞭子吗？这日子啥时候是个头啊？饭都吃不饱，还天天被催着干活。知足吧，总比去修长城强，那儿可是十死无生。都停下，都停下！奉长公子诏令，阿房宫修筑即刻停止，所有徭役随我前往咸阳开荒。我叫王瑜，今后由我和麾下士兵负责监工，只要好好干活，管够粮食，绝不无故打骂任何人。将军，您说的是真的？自然是真的。此乃长公子扶苏亲下的诏令，陛下东巡期间，天下之权尽归长公子。我在此立誓，若有士兵随意抽打你们，只管来向我告状，我绝不徇私。我们真能吃饱饭，不挨鞭子。干得漂亮！这地方狗官想诓骗朝廷，我儿仅凭账目就看出端倪，果然有朕的风范。陛下，长公子处理朝政井井有条，各地推行屈原离和水车的奏报也陆续传来，百姓反响热烈。朕当年扛着大秦前行，压得喘不过气，如今扶苏这小子倒是让朕彻底放心了。启禀将军，咸阳有将军到访，说是有紧急要事面见你。咸阳来人是谁？为何此时前来？
张将军，你怎么如此？咸阳究竟发生何事？陛下他……赵将军莫慌，咸阳无恙，倒是你这百越出了天大的好事。赵将军可知道，这百越有1年3熟之地，扶苏公子让1年3熟？什么1年3熟？张将军，你我莫要打哑谜。是长公子扶苏有令，让我送屈原离水车图纸给你，令你探查百越良田，收编土人，此地种粮可1年3熟。这是神物啊！有此2物，再加上1年3熟，百越何止是宝地，简直是大秦粮仓。长公子说了，当年50万秦人入岭南受苦，大秦未曾忘记。开荒之后，愿回中原者，朝廷绝不阻拦；愿留此地者，共享红利。长公子大义，托必不负所托。只是，若众人皆愿离去，百越如何顾惜？长公子说了，天下熙熙皆为利来，天下攘攘皆为利去。百越有1年3熟之力，何愁无人来投？妙，此乃至理名言，我懂了。老刘，这神物已然传遍大秦，各地还在观望，你觉得沛县该如何行事？可此事出自长公子，陛下尚未表态，贸然推广，若是触怒陛下，我打算动用县衙府库银钱，先打造一批屈原离和水车，借给百姓赊账使用，来年丰收再还账。如此一来，沛县既能响应长公子国策，又能积累政绩，此计可行。只是府库银钱动用需谨慎，需立下明细，避免账目混乱。推广神物虽好，但陛下尚未表态，万一触怒龙颜，我等如何收场？老曹，你胆子太小，富贵险中求，长公子有大才，日后大秦必是他的天下。老刘说的对，趁各地观望，沛县先动手，既能惠及百姓，又能积累政绩，何乐不为？刘邦干，我就干，能让百姓吃饱饭，准没错。曹参，你负责登记府库银钱，打造神物的账目务必明细，不可出错。属下明白。老刘，你和樊哙带人下乡宣传，让百姓知晓赊借神物之策，来年丰收再还账。包在我身上，保证不出1月，沛县人人皆知神物之妙。没想到扶摇驿还能住大房子，还有大通铺和洗漱房。你看那洗漱房用的是水车改道引水，以后打水冲凉可方便了。大家加油干！房舍建好就发屈原梨和2种。长公子说了，保证大家吃饱饭。扣除口粮后3期分成，咱是徭役啊，本来就是义务干活，现在居然能分粮，且赚。还有屈原梨和水车，效率提升4、5倍，咱干1年，顶在家干4、5年。关键不用管家里琐事，孤身一人专心种地，心中无女人，耕地自然神。长公子有令，开荒种地，多劳多得。朝廷提供粮种、耕牛，秋收之后3成粮食归你们。兄弟们，加油干！1年赚够4年粮，衣锦还乡。听说了吗？扶苏公子的屈原离，一个人能耕1片地，水车还能让水自己流进田里。可不是嘛！要是咱村也有这2样宝贝，再也不用累死累活打水耕地了。你们想太多了，屈原离要铁器，水车要工匠，哪轮得到咱这等屁民？就是远水解不了近渴，扶苏再有本事，也管不到咱这穷乡僻壤。你们可别这么说，我二舅家的李二牛现在可捡着大便宜了。二牛，他不是被抓去扶摇驿了吗？现在不一样了，他不住阿房宫了，
在咸阳城外奉旨开荒，住大房子，有洗漱房，朝廷还管饱饭。种地能有啥好处？还不是免费干活？当然有，朝廷给配屈原犁、水车，还有牛轮着用。秋收后扣除口粮，3成粮食归自己，干1年顶在家干4年。你说啥？免费用神物，还能分粮？那可不，二牛说了，现在服徭役比在家种地舒坦多了。无本万利啊，不用交税，还管吃住，这简直是天上掉馅饼。王侯将相命有种乎？二牛能赚，我们为啥不能？对，我们去咸阳服徭役，找村长开路引，让二牛带我们见长官。服徭役会不会挨揍啊？以前的监工可凶了。为了赚钱，挨几鞭子也认了。忘了告诉你们，二牛说现在是王贲将军只管，长公子下令不准打骂，谁敢草菅人命，直接上报朝廷。富贵险中求，今晚就出发，连夜去咸阳。没想到服徭役还能这么好，以前真是白怕了。等赚够了粮，咱也能衣锦还乡，到时候谁还敢小瞧咱？快点走，早到咸阳早赚钱。长公子，国库已无余银，若尽数投入神物打造与耕牛采购，北疆、南疆的军饷恐难按时发放。孤本以为先解决粮食问题，便万事大吉，没想到种地也需这般多钱。以前没钱就借钱，打白条、分期等发工资再还。现在大秦没钱，为何不能借？有了。长公子，您想到法子了。国库没钱，但别人有，找世家、6国余孽借钱便是。借钱？朝廷向臣民借钱，从未有过此等先例啊！姑子有办法让他们乖乖掏钱，发行大秦国债，面额10万钱起步，分2种：纯钱国债，年息2成，1年后还本付息；纯粮国债，年息4成。用钱购买，1年后以粮兑付，粮价按今日为准。4成利，长公子，这简直是白送钱。6国余孽定会趁机囤积粮草，后患无穷。老李，你觉得1年后大秦粮价会如何？屈原犁、水车推广，60万徭役开荒，百约1年30万，粮食必会大丰收。正是，粮多则价跌，今日高价兑付的粮债，明年用暴跌后的粮价偿还，哪怕给4成利，朝廷也稳赚不亏。6国余孽想囤粮造反，孤偏让他们把钱砸进来，最后血本无归，还帮大秦解决了燃眉之急。长公子谋虑之深远，臣望尘莫及。即刻昭告天下，咸阳城门口张贴告示即可，无需大肆宣扬。世家与6国余孽的眼线自会上报。记住，不探究购买者身份，只需登记凭证，日后凭身份核验兑付，莫要打草惊蛇。臣遵旨，这就去安排，定不辜负长公子所托。没钱，姑就让天下有钱人乖乖把钱送上门来。长公子，国库已空，若强行打造屈原犁，建造水车，恐影响军饷开支，危及边防。国库无银，可他人有啊，找人借钱解燃眉之急便是。借钱？朝廷向民间借钱，这前所未闻，且所需数额巨大，谁能拿出？世家大族6国余孽，他们手中藏着海量银钱，我们给高息，不信他们不动心。发行大秦国债分2种，纯钱债年息2成
1年后还本付息，纯粮债年息40%，用钱购买，明年以粮兑付，粮价按今日标准算。40%利，这简直是白送钱。六国余孽若购粮债，囤积粮草造反怎么办？1年后水车，屈原离见效，粮食丰收，粮价必暴跌。按今日高价兑付40%利，实则亏不了多少，还能借机掏空他们的银钱。2成纯钱债，朝廷信用背书，无风险稳赚，这等好事岂能错过？还有4成纯粮债，如今粮价千金难求，1年后稳拿4成利，全买，把府中半数银钱都换成纯粮债，明年粮草利润双收。天助我也！扶苏这家伙竟送上门粮草，4成利的纯粮债正好囤积军粮，为复国做准备。我等手中银钱无用武之地，这下可算有了出处，拿出7成银钱购债，明年粮草便充足了。不妥，全押上，8成银钱换粮，良机难得，错过再无。水车，屈原离显露出扶苏的智谋，绝非庸人，怎会犯下如此明显的疏漏？4成粮息太过反常，其中定有猫腻，可究竟是何计谋？这届国债之策是谁想出来的？启禀陛下，这是扶苏公子他自己想出来的。扶苏自己想出来的，这我儿毕竟年轻啊。若是依着如此，朝廷血亏无益，这百官也不劝阻吗？陛下，宫中有报，左丞相李斯、右丞相冯去疾得知此策之后，都曾入宫，不过出宫之后并未言语，似是面色不悦。难道是我儿刚愎自用？我儿亲戚，大秦国债之策，朕已知晓。此计虽可解大秦燃眉之急，可却是饮鸩止渴，不可长久也。我儿于咸阳坐镇，当监听群臣百官之意见。李斯、冯去疾皆有不世之才，当择而听之。所谓兼听则明，不可刚愎自用矣。今国诏已下，不可更改，我儿可再出一诏，限定国债之数额，便是亏邪就亏邪，万不可让六国之余孽寻到坏国，根基之间隙。借国以前，立之4成。倘若六国之余孽倾其所有以聚财购此国债，1年之后，朝廷将以4成利息支付，状六国而弱秦矣。此计甚是不妙。当然，我儿切莫灰心，我儿之能已然不错。此番这国债之策上虽有纰漏，却也是属正常之事。我儿的屈原离和水车朕已得知，此乃立天下之物，我儿当对自己有信心。成长的路上，总归是要经历一些磨难。想朕当年去，将此物带回宫中，交给我儿。长公子，这是陛下的信件，陛下说了，让您仔细阅读。哈哈，呵呵，父皇这说话还怪好听的。给姑把王奔唤来。王将军，此物你拿好。见过长公子，这事务必将此物亲自交给父皇，关系甚大，不可让外人知晓。等父皇看过之后，直接焚毁，不可外传。其他人姑不信，姑就信将军你。请长公子放心，臣定不负长公子所托。是。早知道信里语气再缓和些，万一骂蒙了扶苏这小子，刚开窍又回去了，可咋整？这孩子好不容易展露锋芒，屈原离、水车、内圣外王，还有百越1年3蜀，哪样不是惊天动地？
偏偏国债这事儿，但愿他别往心里去。咸阳王奔奉长公子之命，有密信呈递陛下，速通传。王奔，快进来。扶苏怎么样了？启禀陛下，长公子一切安好，此乃他亲笔回信。陛下，长公子信中所言，可是解开了国债之疑？陛下，长公子昔年虽显稚嫩，然陛下东巡之后，杀赵高，推神务，定国策，谋百越，桩桩件件皆利国利民，实乃胜。无妨，无妨。你想说圣君，对吧？朕也觉得我儿当得起这二字。好小子！原来粮价暴跌是关键，四成吏看似让利，实则让六国余孽血本无归，还能解大秦燃眉之急，这谋虑比朕还深。哈哈，朕的儿子果然是圣君之资，大秦后继有人矣。自登基以来，扛着大秦负重前行，从未有过这般轻松。扶苏争气，大秦无忧。朕或许真能退休了，传朕旨意，东巡期限延长，朕要好好看看这大好河山。扶苏，大秦就交给你了，朕等着看你开创万世基业。长公子神机妙算，这半个月国债售卖火爆，国库瞬间充盈，创下大秦开国以来之最。神性使然，重力之下，自然趋之若鹜。孤交代的事情都办好了。按您吩咐，凡来购债者，竭力劝其选钱债，可大部分人仍坚持买粮债。愿选钱债者，多是求稳的商贾百姓，怕担风险；而执意买粮债的，要么贪暴利，要么是为囤积粮草，居心叵测。原来如此，您是借国债筛出隐患，既筹了钱，又摸清了心怀不轨之人。钱债按例还钱，公平合理；粮债嘛，1年后自有分享。传令下去，国债售卖暂缓，见好就收。子房，都半个月了，国债买卖平安无事，朝廷也没追查，你就是杞人忧天了。不对劲，扶苏绝非用人，水车、屈原离足见其智谋，怎会白白送4成粮力？或许他真为推广农具急用钱呢。1年后大秦粮食丰收，朝廷税赋充盈，自然能对付。我明白了，原来如此。粮债兑付按今日粮价，可1年后粮食丰收，粮价必暴跌。那又如何？我们赚的是4成利啊。4成利看似多，可粮价一跌，实际到手的粮草比现在直接买还少。我们全中计了。扶苏先借我们的钱，再用这些钱推广农具，粮食丰收后，我们的粮债反而成了亏空。好深沉的心计，我们上赶着送钱，还得谢他给了好处。扶苏比嬴政更难对付，嬴政靠霸道，他却用阳谋，让你明知是坑，也不得不跳。天要兴勤，非人力可挡啊！子房，你到底看出什么了？朝廷国库充盈，赔付粮草更有保障，这不是好事吗？问题恰恰在此，全国粮食丰收后，粮价必然暴跌，而粮债是按今日高价兑付。我们以为赚了4成利，实则秋收后，同等粮草的价值会缩水1半以上，这是明晃晃的阳谋。好深沉的算计。我们上赶着送钱，还得谢他给了机会。
嬴政靠霸道压人，扶苏却用算计诛心。朝廷早劝过选前寨，是我们自己选了良寨，连骂都没理由。这扶苏比他老爹难对付100倍，六国复国难以。启禀长公子，国寨所募之银已充盈国库，远超预期，此乃长公子奇迹之功。长公子厉害啊！李相，给诸位同僚解释一番吧。诸位可知，买粮寨者多为世家与六国余孽，他们贪私成利，欲囤粮草，却不知秋收后粮价必跌。长公子早算准此节，借他们的钱推广农具，待粮食丰收，再以贬值后的粮草对付，既筹了钱，又削弱了隐患。可恶的扶苏小儿！要怪就怪扶苏，已经买了，一切都晚了。长公子厉害啊！长公子这一招太妙了，既充盈了国库，又收拾了那些心怀不轨的人。跟着这样的长公子，日子肯定越来越好。众卿稍安，国库已盈，当趁此时机兴农桑，莫要辜负百姓期待。李相，即刻调拨国库银钱，召集咸阳所有匠人，全力打造屈原离。通知周边各县，限期建造水车，务必让60万徭役尽快用上新工具。臣遵令，定不耽误徭役开荒创收。冯相，你负责收购耕牛，凡是家或百姓有多余耕牛，朝廷高价收购或租借，再寻一批小牛犊，分给农家寄养，朝廷付工钱。长公子，臣担心养牛人手不足，若全由朝廷照料，恐难以为继。此事不难，传姑诏令，让农家寄养，按劳给钱即可。但有一点，严禁官员仗势欺人，若有违者，百姓可直接上报。姑为你试问。臣谨记。加把劲，多开1亩地，秋收就多1份粮。可不是嘛，朝廷包吃住，还能分3成粮，这辈子没遇过这么好的差事。来，喝点水休息一下。谢谢监工大人。想想秋收后的粮食，就能给家里盖新房、娶媳妇，这点苦算啥？对，拼命干！大家再加把劲，第一批屈原离快运到了，用上新工具，开荒更快。你们看，这么多人都在开荒，果然和二牛说的一样。只要能加入徭役，1年顶再加4年，咱们的好日子就来了。快去找二牛哥，别耽误了开荒。军爷，劳烦通融，我们找同乡李二牛，有要事相商，这点心意不成敬意。机关报来，在此候着，我去寻人。李二牛，有人找你。
有人找我吗？谁啊？我认识吗？圣子、广子，你们怎么来了？农忙时节，不在家种地，跑这来干嘛？二牛哥，我们是来投靠你的，想加入徭役，和你一起开荒。要是不能直接入册，我们在你手下干活也行。开荒的收成我们分3成就好。你们疯了！以前抓壮丁你们跑最快，现在居然主动来当徭役。二牛哥，此一时彼一时啊！我们算过了，在这里开荒、包吃住，还有屈原犁、水车能用，1年收成顶再加4年。家里种地要交税，应付各种开销，根本存不下粮。这里只要拼命干，就能赚大钱，这可是难得的机会。也是，现在这徭役待遇确实好。行，我帮你们问问，能入册最好，免得日后生事端。你说啥？有人主动来当徭役，还不止一个。是啊，都是我同乡，真心想来开荒赚钱，还请军爷通融。这事儿我做不了主，得往上禀报。你等着，我这就去上报将军。将军，大事不好！下面禀报，有外乡人相主动加入徭役，而且营地中已经多了不少偷偷挂名开荒的百姓。什么？主动来当徭役？这不可能！徭役对百姓来说就是梦魇，谁会主动来？是真的，将军。附近百姓都把这里的徭役当成香饽饽，偷偷挂名的估计都有10万人了。这到底是何故？难道是长公子的政策太过优厚？原来如此，包吃住，有屈原犁、水车可用，还能分3成粮，比自家种地划算数倍。难怪百姓抢着来当徭役。是啊，将军，以前徭役是噩梦，现在是香饽饽。土地有限，赋税沉重，自家种地难存粮，这里却能无成本赚大钱，还有人监督催工，确实是绝境中的好出路。百姓怕的是苛待，如今长公子有令，不准打骂，只管赚钱，谁不乐意？二牛哥，这屈原犁和水车怎么没见着？还没大规模普及呢。长公子已经让全城匠人赶工了，水车也在建造中。朝廷哪来的钱？之前不是国库空虚吗？你们放心，朝廷现在富得流油。长公子发行了国债，一下子就筹到了堪比3年税赋的钱，世家和6国余孽都上赶着送钱呢。长公子当真是仁德无双，既有能耐，又心系百姓，堪称偶像。能跟着这样的长公子做事，再苦再累也值。你们几个，王奔将军传你们过去，随我来。王奔将军，那可是灭6国的名将啊！郝明拜见将军。无需多礼，起身吧。你们谁想入徭役？将军，我们都想，愿为朝廷开荒，为长公子效力。恳请将军成全，我们定会拼命干活，绝不偷懒。哦，你们可知徭役需付出多少辛劳？我们不怕苦，在家种地1年难存粮，这里1年能顶4年收益，哪怕日夜劳作，也心甘情愿。你们谁想入徭役？将军，我们都想入徭役，希望将军答应。将军，不能再这么下去了。这短短几天，我们徭役的人数就已经破了100万。这要是再有人过来，我担心。那你说，现在本将军该当如何？未经之计，也只能上报长公子了。目前的局势已经超出了掌控，必须要尽快上报长公子才行，否则
要是事态进一步严重的话，好，我这就入宫见长公子。臣见过陛下。张斐啊，没想到你这小小的城县，每日竟是要处理如此多的公文嘛。启禀陛下，这些公文倒也不是常态，只是最近这段时间。哦，最近这段时间呈现出了何事？陛下，是最近不少人都想拿陆尹前往咸阳，由于数量比较多，大家都怕担责任，所以各地都将这要批复的陆尹都移交了上来。去咸阳，人数还很多，他们去咸阳作甚？不瞒陛下，大家去咸阳主要是为了去入徭役。去咸阳当徭役？自从长公子让60万徭役在咸阳城外耕种开荒之后，如今天下百姓都已经闻风而动了。长公子，不好了，开荒营地徭役已破100万，粮草供应告急，再有人来，朝廷怕是要被吃垮了。慌什么？100万徭役而已，粮草之事，孤早有对策。长公子已有办法，可朝廷粮草本就不充裕，军粮更是动不得啊。孤何时说过要动军粮？国债充盈了国库，我们只需用这些钱向世家大族买粮即可。长公子，不好了！慌什么？开荒营地徭役已破100万，粮草供应告急，再这么下去，朝廷怕是要被吃垮了。不过是100万徭役的粮草，孤早有对策。长公子已有办法，可朝廷粮草本就不充裕，军粮更是动不得。动了军粮，边防必乱。孤何时说过要动军粮？国债充盈了国库，我们有的是钱，何必动军粮冒险？有钱也未必能买到粮啊！如今粮价本就高，朝廷高价收购，百姓们怕是要断粮了。谁说要和百姓抢粮？孤要向世家大族买。长公子，您这国债的钱本就是向世家借的，现在又用这钱买他们的粮，这也太匪夷所思了。可世家为何会愿意？他们囤积粮食本就是为了应对变故，怎会轻易卖出？你忘了？孤早已公告天下，1年后大秦粮食必然丰收，粮价必跌。世家手中囤积的粮食，届时只会大幅贬值。现在朝廷高价收购，对他们而言是及时止损，甚至能小赚一笔，他们没有理由拒绝。长公子高瞻远瞩，借世家的钱买世家的粮，既解决了100万徭役的粮草问题，又让世家无话可说，这计策实在高明。传令下去，让李庆之负责接洽世家，按高出市价1成的价格收购粮食，越快越好。臣遵令，这就去安排，定不辜负长公子所托。你忘了，朝廷早已公告天下，1年后粮食充盈，粮价必跌。世家与6国余孽囤粮本为应变，如今秋收在即，粮食只会贬值。故意高出市价收购，对他们而言是及时止损，甚至能小赚一笔，怎会不愿卖？原来如此，长公子高瞻远瞩，这是借势而为，让他们不得不从。可万一6国余孽故意不放粮，想给朝廷使绊子怎么办？他们未必会为了小利放弃复国大计。无妨，他们不放粮，自有世家放粮。真若都不肯卖，孤便给父皇修书一封，让他下令清洗一番。让陛下下令，长公子为何不亲自下令？孤贤明在外，怎能坏了名声？
父皇本就有报名，多这一桩也无妨，不影响大局。长公子，末将忽然想到，徭役人数暴增，百姓都来开荒，家中土地岂不是要荒废？届时百姓无粮，恐生事端。王将军多虑了，百姓来当徭役，本就是为了多赚粮食。秋收后，他们会将分成的粮食送回家中，更何况家中土地可租给他人，或让妇孺耕作，怎么会荒废？荒废一块地，新开10块田，这笔买卖稳赚不赔。什么？朝廷要用国债的钱收购粮食？糊涂，这分明是计策。子房，大家都看出来了，可我们别无选择。如今天下皆知粮食将丰收，粮价必跌，手头粮食越多，亏损越大。可这是朝廷的阳谋，我们上赶着送钱，现在又要被迫送粮，还得谢谢他们。这扶苏当真妖孽，比始皇帝难对付100倍。嬴政靠霸道压人，他却用算计诛心，让你明知是坑，也只能往里跳。是啊，我们买了粮债以血亏，如今不卖粮，只会亏得更惨。这朝廷1分钱没花，先拿了我们的钱，再买我们的粮，手段实在匪夷所思。管仲在世，怕是也不及他。天要兴勤，非人力可挡啊！你再说一遍，扶苏要用卖国债的钱向世家大族买粮。回陛下，千真万确。长公子已公告天下，以高于市价的价格收购粮食，要世家前往咸阳接洽。荒谬！国库里的钱本就是向世家借的，现在又用这钱买他们的粮，这岂不是用他们的钱买他们的粮？长公子用国债之银收购世家粮食，臣忧心世家不肯卖啊。毕竟这钱本就是从他们手中借来的。李大人多虑了，估出价高于市价，且今年秋收后粮食必丰收，粮价暴跌，世家囤积的粮食只会大幅贬值。此时卖粮对他们而言是及时止损，甚至能小赚一笔。天下岂有放着钱不赚的道理？长公子所言极是，可臣始终不解，我大秦国库本就空虚，如今分文未出，便有了钱，又有了粮，这到底是为何？李相此言差矣，这钱并非世家所赠，而是朝廷借的，借未来的钱，办今日的事。世家为何愿意买国债？只因他们坚信大秦秋收后国库必然充盈，朝廷有能力对付本息。这些钱是朝廷未来的税收，是大秦的未来之力。估不过是将明年的钱挪到今年用，既解决了徭役粮草之急，又帮世家避免了粮价暴跌的亏损，这是双赢。原来如此，长公子用心良苦，是臣愚钝了。他们只知未来之钱，却不知这其中最关键的是被忽略的时间成本。而自然，估花未来的钱和他们又有什么关系？估不过是将明年的钱挪到今年用罢了。说起来，孤非但没有欠他们的，反倒是他们欠朝廷偌大的恩情啊！孤这般用心良苦，希望他们能理解朝廷的良苦用心吧。此事便这么定了。李庆之，你负责接洽世家，按既定价格收购粮食，不得延误。臣遵令，定将此事稳妥办好，不劳长公子费心。时间看似无形，实则是最大成本。1年后粮食丰收，百姓资产翻倍，世家积累的财富却无法同步增长。此消彼长之下，他们的财富已然缩水。长公子高见，看似给出高息，实则利息远不及通胀速度，这才是国债之策的深层妙处。正是如此，
世家囤粮本为乱世，如今天下太平，粮食将暴跌，朝廷高价收购，于他们是止损，于大秦是解燃眉。借未来的钱办今日事，亏这小子能想得出来。有屈原离、水车保底，这风险几乎为零，不愧是朕的儿子。陛下英明，如今世家大族纷纷涌向咸阳，争抢麦粮。10日之内，天下粮草已汇聚咸阳。朕当年征战六国，靠的是武力；扶苏治理大秦，靠的是智谋。大秦后继有人矣。朝廷给价高于市价，如今粮价必跌，再囤着就是亏本儿，赶紧卖，能赚一笔是一笔。没错，天下太平，囤粮无用，不如换成银钱，再图其他生计。启禀各位族长，户部大人传话，今日便可交割，银钱当场兑付。将军，10日之间，朝廷已收购天下粮草，足够200万徭役使用。目前营地徭役已达150万，新增速度开始放缓，预计最终可达200万。长公子果然神机妙算，当初还担心粮草不足，如今万事俱备。是啊，60万徭役本就堪比去年全年税收，这200万徭役用上屈原离或水车，1年收益顶过去3年，朝廷要发大财了。如此盛况，前所未有。这些百姓拼命开荒，既是为了自己，也是为了大秦。加把劲儿，秋收后就能给家里盖新房、娶媳妇儿了。跟着长公子，日子有奔头。半年后的大秦会如何？明年的大秦又会是怎样的盛况？颇为期待啊！这朝廷也太阔绰了，管够吃的白米饭，这辈子头一回见。以前在家哪敢这么吃，省着省着还怕来年断粮，现在只管吃饱了干活。广，晚上举火夜耕，一起。行，这辈子能有几回拼命的机会？现在就是最好的时候。你们疯了？白天开荒都够累了，晚上还不休息？别人能拼，我们也能。二牛哥以前努力也赚不到粮，现在政策这么好，多开1亩地就多一份收入。万一以后福利取消了，可就没这机会了。干，算我一个。以前当徭役受够了苦，现在有机会赚钱，哪能偷懒？长公子，如今营地徭役们开荒热情高涨，白天干满1天，晚上还自发举火夜耕，拦都拦不住。百姓们肯拼命，是因为看到了希望。只要能让他们吃饱饭，赚大钱，自然愿意为大秦出力。是啊，现在营地秩序井然，没人偷懒耍滑，大家都想着多开荒，多分红，这般景象前所未有。长公子，臣如今算是彻底明白您推行的政策有多英明，百姓安居乐业，大秦自然欣欣向荣。大秦的根基在百姓，百姓富足，大秦才能强盛。你继续盯着营地，务必保障大家的食宿，不可出任何纰漏。臣遵令，定不负公子所托，守护好这来之不易的欣欣向荣之局。
王将军来了，坐下说。谢长公子，营地一切安好，水车大半建成，第二批屈原犁已发放，耕牛轮换使用。如今不少徭役都自发夜耕，劝都劝不住。他们说有了耕作神器，不多赚些对不起朝廷和家人。末将见劝不动，便没再阻拦。夜耕创收是好事，不必禁止，但你得安排士兵夜间值守，务必叮嘱众人小心，莫要因贪多累出意外。须知一旦受伤，后续耕种便无从谈起，损失的是他们自己的利益。长公子仁义，末将替百姓谢过长公子，这就去安排。这是野生水稻，比种植的产量还高。这可是春天啊，别处刚播种，这里竟已丰收。这味道，从未吃过这般饱满的粮食。天佑大秦，公子大才。来人，速去附近打探，问问百越人，这里是否便是一年三熟之地？赵将军，我即刻回咸阳禀报长公子，你留守此地，先收拢野生粮食。来人，给张将军换宝马。李大人，国库存银如何？启禀长公子，国库存银充裕，总计额。这样吧，你把多出来的银钱划分一下。长公子，这银钱该当如何划分为好？分成2部分，多余的30%继续放在国库里以备不时之需，剩下多余的分派到地方各个郡县，让各地以地方为单位，尽快推广水车，降低百姓的劳作强度。屈原犁的话，就先等等吧。各地的铁器应该不多，如今天下铁匠大都在朝廷，尽量先把水车给修建起来，然后再打造部分屈原犁供给百姓使用。对了，传姑令，若是让姑发现有人利用这里天下万民之事中饱私囊的话，姑让父皇亲自处理此事。李大人这是做什么？臣替天下百姓谢过长公子，公子贤德，古今未见。嗨，行了，你退下办事吧。哈哈，你们看啊，这朝廷现如今还当真是大不相同了。你们看这，朝廷给我们配线拨款了。哦，发生了什么事儿啊？把你老萧给乐的。朝廷拨款，朝廷啥时候这么大方了？还专门给百姓造农具，直接从国库拨银钱，这些银钱专款专用，用以建造水车和屈原犁，各地按各地自己的情况进行使用。优先建造水车，这都是长公子的新政。如今咸阳那边徭役变相饽饽，这边又拨款兴农，大秦要变天了。停拨款，各郡县新造水车，打造屈原犁，优先灌溉农田。真的？以后种地不用累死累活浇水了？听说这水车能浇一大片地，朝廷居然真的出钱给我们造？太好了！这玩意儿可真神了！以前浇地的挑水跑断腿，现在坐着就能浇遍整片田。多亏了王老先生，不然咱哪能用上这好东西？冯家村这下要更富裕了。王老，水车建成是大喜事，您怎么还叹气呀？
我在想，这天下的百姓啊，若是这天下人都能用上这水车，那该多好啊！会的吧？朝廷不是说要推广水车和屈原离吗？想要让天下人用上这2件神物，还不知道要多久啊！这水车、屈原离皆是神物，可建造需银钱，屈原离还得用铁料，地方郡县哪有能力推广？想要天下人都用上，不知要等到何年何月呀？天下之事总得慢慢来，朝廷既然说了要推广，总有实现的一天。村长，王老先生，冯二，你不是进城采购了吗？出什么事了？出大事了，天大的好事儿！朝廷发公告了，给每个郡县都送了银钱，让给各村造水车，打造屈原离，还说优先建水车。你说的是真的？朝廷当真拨款了？万阙，城门口贴了告示，还有军爷守着。银钱已经在路上了。好啊，真是太好了！朝廷居然真的为百姓出钱，等我进城领钱，咱们再造几架水车，再打造些屈原离。扶苏，长公子，你究竟是何等人？使皇帝打天下，你治天下，这大秦当真要无敌了。这天下是谁的，与农家何干？我只管种好自己的地，看着百姓过上好日子便好。老萧，朝廷拨款已到，水车咱也提前造好了，接下来该咋整？刘季倒是机灵，如今沛县已领先其他郡县，这额外拨款当用来打造屈原离，扩大优势。造屈原离，好主意！有了这神器，咱沛县的地能多收30%粮。不过有个难题，铁料。屈原离的犁头必须用铁，不然耕地效率大打折扣。铁器由朝廷严控，民间严禁买卖，这铁料不好弄啊。这有何难？有钱还怕买不到？实在不行，咱去山里挖铁屑，自己炼。休要胡言！私买铁器，私开铁矿，都是杀头的罪。我有主意了，樊哙兄弟的话倒是提醒了我，我们不能开矿，但朝廷可以啊。上书咸阳，恳请朝廷允许沛县开采铁矿，专款专用打造屈原离。就算朝廷不准，我们也没损失。好计策，既合规又能解决难题。我这就写奏章，连夜送往咸阳。明明是俺先想到开矿的，咋成他的妙计了？好好好，是贤弟的妙计，功劳有你一份。扶苏奸诈，用粮债坑害我等，又逼我们卖粮，此仇必报。天下苦行久矣，等秋收后我们有了粮食，便揭竿而起，恢复韩国。方才密室之中，众人战意高昂，唯有你闷闷不乐，莫非有何不妥？你这话何意？扶苏虽有手段，但暴秦根基未改，百姓依旧困苦。不妥，何止不妥？如今的大秦早已不是从前的大秦了。从前破秦之策有千百条，最关键便是杀嬴政，大秦必乱。可现在呢？嬴政若死，扶苏继位，以他的能力，大秦只会更兴盛，兵精粮足，民心渐富，我们已无戏可乘。
子房，当真就无半分灭秦之机？1个多月前你还说灭秦七策，如今怎会束手无策？计谋虚寻破绽，可扶苏所行之策，步步为营，良足兵精，如今只差民心。外面何事如此嘈杂？老乡，何故这般匆忙？朝廷发告示了，给天下郡县拨款造水车，打屈原离。谁敢中饱私囊，长公子就让陛下亲自处置。以前种地浇水累断腰，现在有了水车，能多种2亩地。这大秦比以前的韩国强100倍，被灭了活该。这2件神物能救天下百姓，可百姓穷得拿不出材料费，官府又不敢担责，空有图纸却造不了。墨家自身都捉襟见肘，总不能饿着肚子帮百姓打造吧？怕是要等个3、5年才能慢慢推广。巨子，弟子打探清楚了，城门口贴了咸阳来的公告，朝廷真的给各郡县拨了金银，专门用来造水车，打屈原离。金银由精锐士兵押送，看管极严，专款专用。朝廷真的出钱了，这手笔也太大了。长公子当真心系百姓，这才是兼爱之道啊！扶苏此举实乃天下百姓之福。传令下去，全体弟子即刻行动，帮附近百姓打造屈原离，修筑水车，所需材料由官府拨款购置。至于扶苏那边，暂缓观望，先看他后续行事。但就此事而言，他配得上贤德2字。巨子，朝廷拨款已核实，金银押送严密，专款专用造水车，打屈原离。我等现在该如何行事？扶苏此举契合兼爱之道，传令下去，全体弟子即刻动手，帮附近百姓修筑水车，打造屈原离。所需材料从官府拨款中支取。至于与扶苏会面之事，暂缓观望，我会另行安排。混账！是谁蛊惑扶苏发钱给郡县造农具？国库存银本就紧张，这般挥霍，何以为继？朕要砍了他的头！陛下，此计是长公子亲自拟定，并非他人蛊惑。哎，毕竟年轻，初掌朝政难免疏漏。国库若是不足，便从皇陵支取，绝不能让我儿失信天下。陛下，您忘了，长公子发行国债后，国库存银早已充盈，分拨郡县后仍有结余。张邯，我要见长公子。来人，快传医官将张将军抬到我房间，好生医治。王府，看好大营，本将即刻前往咸阳禀报。长公子何在？有紧急要事禀报。回将军，公子正在小憩。谁在外面？进来吧。长公子，张邯将军回来了，但他情况危急，刚到营地便晕倒了，生死未卜。张邯回来了，他人现在何处？张将军面色惨白，浑身打摆子，像是受了极大的苦楚。末将已让医官诊治，目前尚无结果。怪我竟忘了叮嘱他百越之地多瘴气。张邯此行必是沾染瘴气，得了疟疾。疟疾，长公子，疟疾在军中乃是不治之症。张将军他……放心，他是为孤办事遇险，孤绝不会让他殒命。
长公子，疟疾在军中乃是不治之症，张将军他怕是要为国捐躯了。为国捐躯，言之尚早。从前无药可医，是因为孤未曾出手。来人，速去寻找黄蒿。长公子，您有办法医治疟疾？张邯为大秦寻得宝地，孤岂能让他殒命？此草学名阴沉苗，别名猪毛蒿、臭蒿，茎呈褐红色，有浓烈香气，7月至10月开花。马王堆汉墓帛书早有记载，大秦必定有此草，张邯性命无忧。拿去交给营地医官，让他以此入药，剂量可酌情加大，保准无事。长公子精通医术，从前只知您善治国，懂机关，今日才知您竟是全能大能。略懂一二，不过是偶然得知黄蒿能治胀气之症。长公子深藏不露，从前只当您是文弱书生，如今才知您韬略无双。张邯能得您相救，实乃万幸。末将这就前往营地，督促医官用药。从前瞧不上这腐儒公子，可他造出屈原离、水车，盘活大秦，当真是令人折服。拜见长公子。李将军不必多礼。长公子突然召见，莫非有战事？可大秦如今太平，又何须用我？李将军，孤知晓你伐楚之汉，但胜败乃兵家常事，你的才能孤从未轻视。张邯病倒，百越之事需有人接应，孤有意让你前往岭南，协助赵佗打理1年3黍之地，不知你愿否？长公子末将愿往，定不负长公子所托。好，你即刻启程，务必保障百越粮运通畅，助大秦开启盛世。